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哦。哇，他這個已經非常的興奮了，準備要開戰了。好，沒有錯，現在所看到領主就是符文領主。然後我們來開始介紹我方陣營吧。這一次我稍稍的有一點想法，我們開始來講解一下吧。首先是這位族長，那主要是戴這個戒指，讓範圍內的敵方單位更容易受到火焰傷害，加 20%。其實我覺得算蠻多的哦。那這邊就放了2隊的噴火兵，當然就是配合着族長這一個戒指。那最後面放了2隊的火焰炮，沒有錯，都是噴火單位，所以族長盡可能的放在前面，讓對方單位過完的時候易受火傷，然後再用火焰去處決對方。這是這場我的想法，但是不可能因為這樣子，所以噴火兵帶了5-6隊，那樣子太危險了，總是要分擔一點風險。所以呢，我這邊帶了矮人勇士，總共帶了4隊。然後這邊鐵錘勇士精英版本被對方的大炮給轟了一直線哦，非常的痛，死傷非常多，這個是非常高貴的單位啊。好，旁邊也帶了2隊的屠夫，屠夫這種東西不能少，只要對方有騎兵或者是戰車，你覺得對方有可能會出這2種單位，屠夫就一定要出，除非你沒有炮兵，那就算了。要不然你要保護炮兵，屠夫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的兵種。最後這邊還有一隊加農炮跟對方對轟啊，畢竟火焰炮的攻擊距離真的很短，你跟加農炮比真的會被打好玩的。好，我們這邊看一下對方帝國這邊的配兵組合，長戟兵老樣子非常可怕的單位，然後巨劍士這也都非常可怕。然後這一個是我不太喜歡單位之一，永不潰散，然後加上它是狂暴，而且武器威力又很高，所以這個是我不太喜歡單位。我不喜歡單位其實還蠻多的，坦白講。好，這也是長戟兵。那中間這邊呢，帶了弩手，然後一隊弓箭手精英版本。那這邊還帶了一隊來福槍精英版本，它的射程距離高達260，所以基本上它跟這個火焰炮距離相差不遠，就可以知道火焰炮的攻擊距離真的算短。以炮兵來講，真的算非常短。這邊這種弓箭手單位都可以跟它差不了太多。好，我們繼續介紹。這邊對方帶一隊帝國騎士，還有一隊比較昂貴的這一個半施救騎士長戟版本，這個非常昂貴。最後這邊還有一個巨型加農炮，總共帶2隊。然後這邊我們看一下，領主是這個法師領主，哇，他受到炮擊哦，他受到炮擊，受到一些傷害。那這邊我們看一下他帶的法術。這些法術，其實我比較不喜歡的是像這個貝加納的命運，因為它攻擊威力真的很大，而且你是不能閃躲，它是直接傷害型的那種法術，所以它的耗魔量22我真的可以接受，因為它的攻擊力，這一招的攻擊力真的太高了，我真的覺得做壞了。好，而且我們剛剛看到了。對轟的狀況下，對方掉了一個炮，只要掉了這個炮架掉了一個，傷害就減少非常多。所以我們來開始進入戰鬥。剛開始是雙方在大炮對轟，然後我方占了一個非常大優勢，就是對方1門炮已經沒了。我們再看一下，好，非常漂亮。對方2門炮都沒了哦，這個對我方來講是好消息哦。然後這個地獄噴射連環炮攻擊距離沒那麼遠，
是290，所以這時候對方一定要往前走了，因為他唯一能跟我抗衡的大炮已經沒了，應該說跟我對轟的大炮沒了。然後這個他的攻擊距離真的好遠，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。他從那麼遠的地方可以放法術放到我身上，我真的覺得一定是哪裡不對。好，對方的炮組人員又回歸，但是你回歸已經沒有辦法做事啊，你的大炮沒了，只能當肉盾了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火焰炮射擊，對方有在閃。再看一輪，沒有錯，有在躲，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哦，這時候好像沒有躲掉哦，沒有躲好哦，漂亮，對方的巨劍士受到不少的傷害。啊，对方的连环炮在持續射擊，帝國騎士衝過來，然後被閃光彈給閃住。導致跑不動，然後這時候火焰兵集火一輪，但是对方有2隊的騎兵單位，沒關係，硬跟對方硬碰硬，這時候就是展示一下矮人的勇氣，沒有這個勇氣，我看這個火焰兵已經很危險的岌岌可危了。這時候火焰兵其實沒辦法掙脫，拉不太出來，這就是矮人比較麻煩的地方。矮人只要被卡住，基本上走不太動。好，組長的範圍在這邊，他想衝過來，但是我方的火焰兵在串燒對方啊！你看這一隊基本上要殘廢了。火焰兵持續不斷的在噴發，不斷的在燃燒對方。我們看一下，哇，這個基本上要沒了。我們來戰場往前看一下，這個火焰炮，然後再搭配這些火焰兵，然後再搭配組長，所以對方的長戟兵也是非常快速的蒸發。那個組長那個戒指，等於說是提升了20%的傷害，針對這些火焰的武器。好，對方的一個衝鋒，矮人基本上，只要沒有站着的話，大概都是沒辦法去抵抗。好，這個火焰這樣噴發下來，是直接蒸發的，會直接消失。這個時候，其實對方已經受傷蠻嚴重的，因為他能阻止我方後面遠程的單位都沒了，而且我方2隊屠夫基本上都沒有在動，沒有往前切入戰場，就可以知道這個組長戒指再搭配火焰兵跟火焰炮，這個多恐怖了！對方的巨劍士還在掙扎，那火焰兵再給他一輪的傷害，好，這個應該就無法掙扎了。這一隊巨劍士粘上了符文領主，不過不是很擔心，因為這邊等等應該就會有援軍過來了。這邊火焰兵來了，這邊來一個火焰，對方會真的是直接蒸發。好，組長已經往前切到非常前面的地方了。好，這邊是屠夫打弓箭手，其實也是打得贏啊。好，不過對方的被我方噴火兵噴了一輪啊，火焰兵噴了一輪，直接重傷。然後這邊火焰炮下來也是。傷害也是非常可觀吶，這邊差不多也快結束了，因為對方非常多的單位都已經被消滅，而且我方組長已經打到對方的炮架已經一個摧毀掉了。
這邊這一場真的噴火單位佔據極大的優勢啊。其實最初應該我覺得這個加農炮有把對方的巨型加農炮炮架2個打掉，從這時候開始，其實我覺得就已經有開始有優勢了。不過這個其實是很運氣的，坦白講，因為這種炮兵在對射，真的很難去預料到底是我方炮架先掉還是對方炮架先掉。這種東西真的是很運氣。那運氣不好，其實搞不好就是我方加農炮被打掉，然後這邊變成我方要強制往前去推進。在炮兵對射的時候就有這種狀況，有時候就是真的是命。有時候說，難道是我的這邊炮兵不夠好嗎？還真的不是，真的不用這麼想，因為他們大炮在對射的時候真的是運氣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內容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